注意看，外国女拳王将对手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而她在赢得比赛后却当场蹦迪，以此来羞辱对手。如此行为简直就是杀人诛心。此女名叫爱丽丝·阿德里恩，绰号霹雳娇娃。你看她头顶扎着2颗小丸子，长得还挺清纯，实际上真实年龄都已经40多了。在擂台拼杀20余载，凭借着凶悍的打法和狠辣的手段，以一己之力打穿罗马尼亚草量级女子拳坛。然而穷极一生却始终无法触摸到那至高荣誉。眼看着快要到了退休的年龄，这家伙还想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于是便隔空喊话张伟丽：我和中国选手打过几场比赛，他们就是瘦弱的猴子，张伟丽一个2流拳手也能成为世界冠军，实在是太可笑了。如果你真的有实力，就接受我的挑战，我保证让你跪下来大喊饶命。本事大不大还不知道，这口气倒是比脚气还大。彼时的张伟丽正在国际擂台大杀四方，凭借着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成熟稳重的打法矗立拳坛之巅。然而优秀的人总是容易遭到嫉妒，他很清楚爱丽丝用的是激将法，但还是霸气应战。在张伟丽出现之前，老外从来就没看得起我们中国的搏击事业，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不可能拿到冠军的，所以他们才会常常羞辱我们中国选手。有人说小编解说比赛要客观公正，在这里小编只想说一句对不起，做不到。这些家伙不停地给我们上嘴脸，我们的选手或许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当场反击，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凭什么不支持自家选手？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看张伟丽如何收拾不知天高地厚的外国娘们。比赛一开始，两人就展开了激烈的对攻，尤其是张伟丽在拿到金腰带之后，锻炼出一颗无敌之心，一套组合拳抡的虎虎生风。爱丽丝也是相当不服气，当即抡拳发起反击，可没想到张伟丽突然变现，小腿一勾开始打地面，爱丽丝也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只能死死搂抱来防止挨揍。但是在一个封闭式的防守里边，张伟丽现在在做一些个拳的打击动作，双方爱丽丝这个腿在往上挪，似乎要布置一些其他的动作，因为女选手的柔韧性啊，相对于男选手来说都更好一些，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一些可能比较高位的锁技啊，然后两条腿会架得很高。我们看现在就是利用自己的柔韧性，尽可能用两条腿能够盘住对手身体的上方啊，给对手造成更大的压力。对，而且同时呢，这样呢，对方这个选手，即便是上位的选手，他的移动呢会受很大的限制，身体的各种角度啊，受限制，以及发力呢力度上也。虽然爱丽丝的封闭式防守很严密，但还是被张伟丽抓住空档砸击面部，这几拳又快又准又狠，爱丽丝根本就招架不住。这些年张伟丽打过的老外没有100也有80，而赛前跟他叫嚣的更是数都数不清，结果统统倒在了张伟丽的铁拳之下。今天这个爱丽丝看来也要跟着倒大霉了。这对方这个腿的控制，就似乎想在上位呢用锤击和结合一些其他的动作，而这对方呢现在也锁死了，双脚已经搭扣了。对，现在很少见的在下位有一个身体三角锁锁住对手。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锁得很紧啊，会对你腹部这个呼吸，甚至是一些疼痛感，在这边因为有横膈膜嘛，对，所以会造成一些很麻烦的影响。这时候我看张伟丽在上位啊，虽然说没有发力的位置和发力空间，但是他依然在做一些身体的打击。可是这个身体打击似乎给对手能够造成的这个伤害并不大，因为我们看这个下位这个爱丽丝啊，腿部的控制和双手对于张伟丽的控制都很紧。肘击漂亮，肘击很重。刚刚这一拳砸在了地板上，光听这声音就能感受到张伟丽拳头的力量有多重。这要是结结实实砸在脑门上，不说皮开肉绽，那至少也得天旋地转。而这个爱丽丝却硬扛了数记重拳，看来这娘们不只是嘴硬头也挺铁。只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她根本无法逃脱张伟丽的压制，就算有再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反观张伟丽可以伺机砸拳创造优势。看到南北的位置，也就是双方的头啊各冲另外一个方向。是的。我们现在随着这个地面技术的发展啊，一些传统的柔术动作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种双方南北啊这样一个位置做一些个擒锁的一些技术。我们看到这个张伟丽对于地面的控制啊，把握的还是相当的牢固。两条腿的位置和胸口压住对手的这个压制位都是做得不错。是这样呢，会让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重量呢，会压在对方的这个重心之上，让对方很难做动作。没错，现在他还需要一些摆脱对手这两只手的缠抱啊，来进行头部攻击的这样一些机会。两人你看啊，在地面有转移移动的动作，做得非常精彩。下位爱丽丝，两人保持南北把位数十秒，
占据上位的张伟丽不断砸拳夺取点数优势，而下位的爱丽丝可就惨了。此时她被张伟丽压制，感觉连呼吸都是痛的，只能不断蹬腿转换身位，试图找机会摆脱控制。可万万没想到，自己一顿操作猛如虎，反而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破绽。张伟丽趁势启程，抡起手中铁拳劈头盖脸就开始招呼。连续的锤击，漂亮！哦，张伟丽这个发力非常顺畅啊，打法很凶悍。哦，手击，漂亮漂亮！连续的地面锤击，哇，这个速度，这个力量是。你看张伟丽上身那个肩膀上面的肌肉啊，对，这个是平时练拳法、练打击练的很多才能有的这样的肌肉形线条。哦，但是这个十字固有机会吗？啊，这边手肘的位置有一些歪。女选手的柔韧性又很好，逃开了，漂亮，逃开了。哦，现在又是一个翻转。现在十字固还有机会吗？因为手肘的位置现在还是弯的，你看到吗？刚刚张伟丽这一套进攻行云流水，从地面砸拳切换十字固降服游刃有余，唯一可惜的是把位不够牢固，最终被爱丽丝给逃了出来。不得不说这娘们儿还是有2把刷子的，但她今天要是掏不出第3把刷子，依旧难逃被惨虐的命运。从首回合的数据统计来看，张伟丽的攻击次数达到了恐怖的150次，而对手仅有22次。由此可见，张伟丽的进攻有多么积极主动。她就是这样一个选手，时时刻刻都以终结对手为第一目标。比赛来到第2回合，让我们看看张伟丽能否乘胜追击，一举 KO 对手。张伟丽是低扫开路，然后上位有这个拳法来跟进。胸罩连续的左右，漂亮。哇哦，小心后手啊，很重啊！爱丽丝连续3次后手命中张伟丽。是张伟丽还是要场上要灵活，不能只是想着跟对方角力和进入缠抱或者地面，因为毕竟在进入这个缠抱之前还是有打击这一关要过的。对。然后啊，女选手的相对拳头的力量比较轻一些，否则的话就会出状况。又吃了一个后手，这个后手啊！爱丽丝的后手拳还是有点水平的。可张伟丽在吃了2击之后，非但不退，反而更进一步，直接将爱丽丝顶到笼边，紧接着就是一个霸道蛮横的抱摔，将其摔翻。不得不说，张伟丽的力量真是太优秀了，同级别当中很难找出与她旗鼓相当的对手。转瞬间，爱丽丝又被压在了身下。一直以来，她都为自己的柔术骄傲，可如今却被张伟丽完爆。此刻，她甚至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张伟丽却不管不顾，沙包大的拳头轮的冒烟儿，狠狠朝着爱丽丝脑袋招呼。这已经是被瓦解了，是的。哇，连续的锤击，头部完全暴露出来，卧腿，再打，连续打。我其实还是特别期待看张伟丽这种叫强势骑乘，对，她的骑乘非常漂亮，非常的迅速，而且整个骑乘动作非常的有力度。我们看这一回合还会不会有？可是显然他在这个位置上现在已经布置了太多动作。有可能要做一个肩部的控制吗？没有，还是想要把对手先压平，然后再做下一步动作的部署。看，现在爱丽丝，她的一只另外一侧的那个手臂啊，也被对手压在了腋下。是。此时两人在扭打中又转换到了南北位，爱丽丝竟然试图用大腿夹张伟丽的脑袋。好家伙，你这双腿就算能夹爆西瓜，也休想对张伟丽造成半点伤害。能做出这个动作，可见他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而张伟丽小小的身体里仿佛蕴藏着洪荒之力，犹如泰山压顶一般，死死将爱丽丝控制在下位，任她百般孤勇也是徒劳无功。并且双方这时候在地面互相做转移啊，我觉得这个很精彩啊。现在在许多的男选手当中都很少有这样很精彩这种移动。又是锤击，打腹部，好，终于能够翻转过来。看看，这时候张伟丽的手臂，好，张伟丽又做了一个翻转太漂亮，地面移动太漂亮的一场比赛。好，背部双脚，现在是对手还锁在他的下巴上，还没有完全进去。对，你看现在还没锁住，一旦
你的肘尖和你的小手啊、手臂直接穿到对手的脖颈下方，这样是才能锁住裸脚。其实有时候啊，我们这场比赛我觉得最大的精彩就在于它的这个移动和双方的一个地面转移。对，因为有时候啊，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些个降服本身技术。其实降服这场比赛两人90%的时间都在地面较量，张伟丽为我们展现了极致的缠斗能力。我看谁还敢说他地面不强。话说回来，这个爱丽丝也并不完全是个碰瓷选手，像个受气小媳妇一般被张伟丽蹂躏了这么久，依旧还在顽强抵抗。抛开他赛前的嚣张不谈，这位选手还是令人敬佩的。此时的张伟丽知道对方的血条所剩无几，于是再次砸拳消耗，同时也在暗暗布置裸脚，试图一举将其拿下。这时候其实张伟丽双脚搭扣啊，虽然搭的比较严，但是呢，你看这时候对方我们要注意对方这个腿的控制。还有1分钟，别让提住呢。不用着急，现在是处在完全优势的一个情况下。是的。现在要小心，对手慢慢的，这个有空间，这一下进的非常时机很好。对，有时候现在感觉有点被拉平了啊。40秒，还有40秒钟。还是没有完全进去。爱丽丝的防守非常的牢固。30秒，走了，再走，好顽强啊。这时候张伟丽只是手腕呢，自己这个手腕的位置进入对方的这个下巴之内，这样是够的。好。现在爱丽丝还是用自己的另外双手啊，是把住了对，拍了，漂亮！在张伟丽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还是将爱丽丝裸脚降服。也就是这家伙投降够快，在晚上2秒指定被勒断脖梗。张伟丽标志性的空翻再现擂台，我什么时候能像他这么优秀呢？就这样，张伟丽以裸脚降服爱丽丝，拿下胜利。可能大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张伟丽战力那么强，为什么全程打地面呢？关于这个问题，他在赛后也给出了答案。第一局的时候，就是安板还那个角度锁的不是太好，对，所以可能他跑了。然后，但是我一点都没着急，我也没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肯定会拿下这场比赛的，因为我对我自己非常有信心，对我的教练团队也非常有信心。最后一局，我听我的教练说还有50秒、40秒的时候，我就想着我可以随便做动作了，因为反正最后了，就算失误也没有问题。如果成了的话就是赢了，所以我到最后的时候我就锁他那个十字固，但是那个角度掰的有点歪了，就没了，就跑了，而且对手也非常的顽强，所以我尽量发挥我的优势。对，因为我这次站立练的太少了，本来是想着站立怎么打距离啊，但是还是柔术对用出来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各位老铁对张伟丽的表现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期再见。